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议员，今天是来跟各位讲愚人节快乐的。我知道迟了一天，所以你们今天所看的影片是假的，没有新统帅出现。各位也知道昨天是什么日子啊，愚人节啊，所以有传出假的统帅消息。我收到消息的时间是大概在昨天的下午5点左右，其实那个时间点我是足够时间在7点发布影片说明这件事情。那我是觉得说大家应该都可以看得出这个技能是假的吧，没有想到有很多玩家都当真了。甚至有玩家问我的时候，我都跟他们讲是愚人节，不是真的。但是下面的评论跟我说，他希望明天看到我的影片。OK， 既然你们都这样子讲了，我当然是今天要做出来。那么我玩当然是要玩认真一点的，所以我就 P 图了。哇，我有史以来第一次 P 图是反方向 P 图，你们知道吗？一般我弄图片呢，都是把统帅的那个模型给刻出来，然后放在封面啊，放在影片里面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把统帅给去除掉，抱歉了武则天跟曹操。因为传闻中的技能就是唐太宗李世民，他是来自中国的统帅，所以我必须要用到一个中国的背景，把中国统帅给去除掉，拿到他们的背景，在去除掉之后把他们结合起来，看有哪一些空洞的地方可以互相弥补。之后重点来了，去另外一款游戏挖李世民的照片给他放上去。这样子还没有结束哦，他的名字还没有改哦，连名字也要修饰。最后这个能够以假乱真的图片就此诞生了。各位拍拍手啊，议员的 P 图技术是不是很厉害的？但是我也不要 P 到太仔细了，一些技能啊，还有包括左手边的统帅栏我就不要改了。那我就用这张图片当我们今天的影片背景图片吧。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一次的技能，来看看玩家们的创意，还有为什么我会发现到这个图片是假的。各位可以顺便学习怎样去分辨是真是假。比较多上当的玩家全部都是不会中文的，也就是外国玩家。你们可以把游戏转换成中文，不过不得不说这个玩家做的还挺仔细的。你们可以看到后面的名字还有他的别称也是有更改，但是他的细节也只做到这样而已。第一个问题就是字体，你们可以看到左手边的 E 有出现2个版本，红色的字体是原本游戏里面的字体，技能细数的 E 是玩家加上去的，所以你们可以看到2个 E 是不同的字体，对比正确版的 E 也是不一样的。还有就是括弧，这个是半角，所谓的半角就是用英文的括弧打上去了，像是我们已经选择中文的都是用全角，不会像左手边那张图片括弧是这么贴近文字。所谓的半角跟全角，半角是用中文字的一半，你们可以参考我画面上所放出来的图片，全角所输出的字体会比较大。接着就是标点符号的问题了，你们可以看到左手边的逗号，意思是全角，意思是半角。在教大家怎样去辨别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玩家所设计出来的技能。第一个技能，3个敌方目标造成一次直接伤害，伤害系数2000，每增加一个敌人递减 15%。若目标部队处于减速效果，则会对其造成一次额外伤害，伤害系数1000。那其实要对方处于在减速效果很简单而已，尤其是大家都有流测的情况下，很容易减速。间接性也等于说，这个统帅如果技能真的是设计出来的话，他的伤害直接有3000了。显然的，他这个技能其实是抄袭了亚述巴尼巴的技能。我跟你们讲，亚述巴尼巴都不敢这样子设计啊，3000的伤害，你们知道多夸张吗？而且他还有 AOE。变成李世民一出现就是跨另外一个时代了，更高的输出。第二个技能，骑兵防御力提升 30%， 这个还可以接受，袭击速度提升 15%， 还可以接受。在领土外时，骑兵单位攻击力提升 20%， 对工兵单位伤害再提升 5%。除了防御力提升到 30%有一点不太合理之外，其他还算是可以接受。为什么我会说提升 30% 不太合理呢？一般会提升到 30% 到40%左右，就不太会提升额外的3维。像他这个已经提升了 30% 的防御力，后面又提升 20% 的攻击力，然后接下来在他的第3技能又提升了 20% 的生命值。显然这样子的设计是不合理的，而且这个统帅真的设计出来的话，那恐怕这个统帅可以用至少3代以上。回去第2技能，增加跑速是一般骑兵统帅里面都会增加的技能，不过也是有要求在领土外的时候才会提升攻击力，并且设计出来专门针对工兵玩家，伤害提升 5%。 在骑兵里面，自从女骑兵之后，好像就没有看到其他的骑兵统帅有类似的技能了。第3个技能，野外时才可以使用，也就是说驻防是不能用的。骑兵生命值提升 20%， 造成技能伤害提升 10%。
这边就有一个变态的设计了，你提升了这么高的三维，不管是生命、防御、攻击都有20%以上，现在又提升10%的技能伤害。每次进入战斗后的前15秒内对目标施加阵线效果，对方受到减速效果时受到的所有伤害提升，提升伤害等于敌方受到的减速百分比乘以0.2，并且上限为15%。我可以很老实的跟各位讲，他这个第3技能设计到太夸张了。而且如果项羽遇到这位统帅的话，是直接阵亡了。项羽的技能本身就自己带 debuff 会减自己的速度，除了增加所有伤害15%之外，还有第一个技能额外再增加1000的伤害。我们再接着看下去，他自己的技能有没有本身就自带减速效果。各位你们看到吗？我刚刚才讲而已，这个技能就出现了。不过这个技能有要求，必须要带骑兵的时候造成的所有伤害提升10%，也就是说这个统帅他的所有伤害是提升25%。每次基础攻击有10%的概率使目标部队在接下来5秒内行军速度降低40%，防御力降低20%，冷却时间10秒。这个设计概念应该也是来自其他的骑兵统帅，多数的骑兵统帅都是会降低对方的防御力，并且各位看到了他自己就携带降低速度的技能，不过是有概率性的，但是大多数玩家我相信不会只是带一队队伍出去而已，会配合其他的队伍。像前面就有说过，流车是可以降低行军速度的，如果再搭配霍去病来使用，他的技能也算是稳定输出了，但是也就变成他必须要变成霍去病的副将。霍去病的主动技能是这样子的，要在接下来3秒内使目标的行军速度降低30%。如果李世民是做主将的话，也就变成他没有办法吃到这个效果，就没有办法再释放额外的1000伤害，就奠定了这2位统帅的主副将位置。不过我认为这个是伪造者的一个小心思，因为我之前有讲过威廉会在这一次第9代统帅出现之后就会被淘汰掉，所以这位玩家在捏造假的技能的时候，他的想法应该也是定位在霍去病的副将应该要设计成怎样的技能，只要2位统帅搭配在一起，李世民就可以稳定的释放技能了。最后觉醒技能，每次进入战斗后前15秒内，部队受到的所有伤害降低10%，并且每次基础攻击会额外获得30点的怒气获得更多的怒气，再配合上霍去病做主将的话，释放技能速度更快，就算不是跟霍去病搭配在一起，也可以变成另外一个部队。一方面也是为了要弥补，因为威廉之后被淘汰嘛，威廉本身是有恢复怒气的，而且是群体恢复怒气，所以他就把被淘汰统帅的一些技能再搬过来放进去。那严格来讲，这位玩家所设计出来的技能呢，其实我还算是可以接受，但是问题在于他的技能夸张到完全没有任何的 debuff。那如果各位仔细去看霍去病的技能的话，也是很夸张的，但问题在于官方是有限制霍去病的能力，就是我们之前所讨论的狼山秋风效果，并且还有限制出城30秒之后还有15秒之内的效果，所以不管霍去病怎样设计都好，有了限制之后就不会变得这么恐怖。不过身为骑兵玩家的我，当然是希望官方设计到越厉害越好，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点自私了。以上就是传闻中李世民的技能，至于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那其实玩家除了捏造李世民的技能之外，还有捏造其他的统帅，但是全部做的图片都没有像这一次李世民的这么真实，所以我就不讲那些。就连官方在昨天也是做一个假消息，这个类似是象形皮肤的系统，说 CPR 之后有新的外观了，不过官方也不是第一次开玩笑，之前 T6 也是他们所讲的。所以影片的最后再次提醒各位，这一次传闻出来的技能是假的，在官方没有放出任何的图片之前，各位都不要相信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